知道去玩水有可能会感染死亡率高达 99% 的食脑变形虫吗？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食脑变形虫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台湾最近发生了一则让很多人担心害怕的新闻，在新北市有一名30多岁的女性曾经去过室内的清水设施游玩，从7月26号开始出现了头痛啊、肩颈僵硬、发烧等等症状，后来病程进展快速，不到1周就不幸过世。医院采集检体送验呢，发现这是台湾相隔12年来第2个感染食脑变形虫的个案。台湾的感染症专家表示说，食脑变形虫的活动力非常的强，如果不小心让它进到脑部，我们的脑组织呢就会像豆腐一样被它破坏，一旦发病，死亡率高达 99%， 几乎可以说是必死无疑。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恐慌跟关注，很多人都想要知道食脑变形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死亡率会这么的高，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预防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如果你是设计系的学生，会不会觉得学校教的东西很难跟实务接轨呢？又或者工作上面常需要跟设计打交道，但总困于各种职场难题，不知道该怎么样系统性的提升设计能力呢？别担心，最近2期之学集结了20位顶尖设计师，开设了设计实战全方位线上课程，带你一次学会编排、品牌、包装、印刷、插画、摄影、合成、提案等各项必备设计技能，让你不再害怕遇到各种设计难题，全方位的补足从创作、职场到接案的每一个环节。而且现在募资期间呢，有超低53折的限时优惠价，还可以再抽 Wacom 高阶电绘板，越早买就越便宜，赠品也越丰富哦。如果你也想要在设计的路上走得更顺畅，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的链接来了解更多的课程资讯吧。在聊聊到底什么是食脑变形虫之前呢，我们要先来谈谈内格里虫。根据美国的 CDC， 也就是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的网站资料，内格里虫呢是一种在环境当中能够自由生存的单细胞阿米巴原虫，总共有40多种，而其中呢只有1种会感染人类。没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食脑变形虫。它的正式名称呢又叫做浮氏内格里虫。食脑变形虫非常的小，要用显微镜才能够看得到。它平常最喜欢温热的环境，在46度 C 时活动力最强，即使呢在50度到65度 C 的高温之下，也能够短暂的存活几分钟到几个小时。平常在温暖的淡水以及土壤当中都能够看到它的踪迹，比如说湖泊啦，或者是河流、温泉，甚至是工厂排出的温水，或者是含氯量不足的游泳池水等等。但如果是在含盐量比较高的海水，就还没有检出这个食脑变形虫的案例。而食脑变形虫会根据不同的生活环境展现出不同的样貌。食脑变形虫在生命周期当中呢，会有3种不同的形态，包含了活动体、囊体以及鞭毛形态。至于要变成什么样子呢，则取决于它当下的生活环境。比如说，当环境适合它的时候，食脑变形虫呢就会用活动体在土壤当中爬来爬去找食物来吃。那如果环境变差了，它就会长出鞭毛去寻找更合适的地点。万一温度太低它就会变成囊体，度过这段艰困的时期。根据研究呢，在冰点以上的低温，食脑变形虫囊体可以存活好几个礼拜，甚至是好几个月。也因为食脑变形虫有鞭毛有些人会认为呢，它其实不算是阿米巴原虫，因为阿米巴原虫呢主要用尾足来移动，大部分都没有鞭毛。不过你知道吗？虽然食脑变形虫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可怕事实上呢，它对于人类的兴趣其实并不高。食脑变形虫主要的食物呢，并不是我们的大脑，而是湖泊还有河流沉积物当中的细菌。有些人可能好奇既然如此，食脑变形虫好好的待在水里，又为什么会跑进我们的大脑呢？这其实跟它特殊的感染途径有关。食脑变形虫不会人传人，即使喝了含有食脑变形虫的水，也不会被感染。这是因为这种寄生虫呢，必须要透过鼻子才能够进入我们的身体。这种情况呢，通常会发生在我们游泳潜水，或是把整颗头泡进淡水的时候，特别是跳水，很容易让水冲进鼻子，增加感染的风险。此外呢，有些宗教活动会用水来清洁鼻子，或是冲洗鼻窦。那如果水受到了污染，也有可能会被感染。不过，如果像是加湿器的这个喷雾虽然会吸进鼻子，但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样子的情况呢会感染到食脑变形虫。那假设食脑变形虫真的从鼻子进到了我们的体内，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食脑变形虫虽然比较爱吃细菌但它一旦从鼻子进入到我们的体内之后，就会因为找不到食物，沿着鼻腔爬进大脑，并且开始破坏我们的脑组织，所以呢，它才会被叫做是食脑变形虫。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引起一种致死率超高，名叫做浮氏内格里阿米巴脑膜脑炎的疾病，或是叫做原发性阿米巴脑膜脑炎，英文呢简称为 PAM。患者在感染之后呢，会先有1到7天的潜伏期，平均5天左右发病。刚开始会有头痛啊、发烧、恶心跟呕吐的症状，接着呢会有颈部僵硬、抽搐、意识变化或者是谵妄、昏迷等等的脑炎症状。顺带一提这里的谵妄呢是指说短时间内会出现意识混乱，或是有一些精神异常的现象。那最后患者呢就会因为脑组织被破坏，导致脑肿胀死亡。根据台湾疾管署的资料，一旦发病死亡率就高达了 99%， 大部分的患者呢也会在2周内过世。人类从发现食脑变形虫到现在已经有将近60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还是没有可以确定有效的方法能够对付它。人类第一起确诊 PAM 的个案呢，发生在1965年的澳洲。当时的报告发现这是一个由新的物种所引发的感染，所以就用原始作者之一迈尔坎福勒的名字，将它命名为浮氏内格里虫。不过，澳洲并不是世界上面第一次出现食脑变形虫的地方。后来，美国学者呢回顾以前留存的尸检组织样本，发现其实早在1937年，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就已经有人感染过食脑变形虫。那除了美国，其他的国家也都开始注意到这只危险的寄生虫，像是在巴基斯坦，他们在最近的5年当中呢，每年都大概有10例，而去年的泰国啊、韩国以及今年的印度也都陆续的传出零星的个案。台湾呢，只是有过2名案例，一个是在2011年呢，因为接触到温泉水感染过世的75岁男性，另外一位呢就是刚刚提到的30多岁女性。不过在我们截稿之前呢，她的感染来源还没有确定。总之呢，根据远见杂志的报道，目前在全世界一共有300多起食脑变形虫的感染案例，而成功存活下来的只有少少的7个人。有患者的家属就说，当他们得知家人感染这个疾病的时候，真的很无助。本来只是有一点点发烧，但到了第2天，患者就没有反应了。也有家属分享，他们尝试过很多的方法，甚至还抽取头脑附近的组织液做检查，但即使知道病因能够采取的治疗措施很有限，效果也不太好。此外，美国 CDC 的网站也有提到，目前虽然有些证据表明某些药物可能有用，但因为 PAM 很罕见，病程呢又太快目前大家还在努力找出最适合的治疗药物跟方法。那既然感染了就很难救，那提早预防可以吗？有人认为如果我们在下水之前可以先测测看水里面有没有食脑变形虫，不就万无一失了吗？这个方法乍听之下好像可行但实际上面有些困难。首先，食脑变形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很常见，但实际感染的病例却非常的少。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掌握哪种情况之下食脑变形虫会感染人类。再来呢，我们也还没有一个快速标准化的测试方法可以测出水中的食脑变形虫数量，所以目前只能够消极的防护食脑变形虫进入我们的体内。例如在进行水上活动或泡温泉时，尽量避免水进入鼻腔，或是把头部浸泡在水里面。那当我们去自然水域游玩的时候，也要避免去挖掘或搅动湖泊啊、池塘或者是这个河流底部的沉积物，因为食脑变形虫很可能就在里面。此外，也有人好奇那如果去消毒过的泳池是不是比较没有问题呢？理论上是的根据美国 CDC 网站的资料，在经过适当的清洁、维护跟消毒的游泳池，比较不容易发现食脑变形虫的踪迹。所以台湾疾管署除了呼吁业者应该让这个泳池水的余氯含量保持在一定的浓度，也提醒民众说，如果泡完温泉或是玩水之后出现了头痛、发烧、恶心或是呕吐等等的症状，应该要尽快的看医生。台湾在间隔12年之后，又再次的出现了食脑变形虫的个案，让很多人都感到很恐慌。特别现在又是夏天了，到底要怎么样玩水，同时又不要让头泡到水，变成了一个困难的挑战。那当然，我们一开始也有担忧毕竟呢，食脑变形虫的致死率确实令人害怕。不过在深入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数据，觉得很适合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到有统计资料说呢，平均每一年全台湾就有902人溺水，其中呢有超过一半的人不幸过世。但奇怪的是，虽然溺水的几率远远超过感染食脑变形虫但是呢，我们却似乎没有太多的恐慌。面对这样的状况呢，我们猜想可能是因为大家对于如何避免溺水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认知以及防护的意识，所以即使知道溺水的风险，也不会过度的焦虑。
那同样的，针对食脑变形虫我们或许可以采取类似的思考方式，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到在哪些环境或是情况之下有感染的风险，并且提高我们的警觉，当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就尽快的寻求医疗帮助，那可能也不用太过担心。那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看法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哦。最后也想来问大家，认识完食脑变形虫，你会不会因此不敢去玩水呢？会哦，我觉得能不去就不去，毕竟死亡率真的很高。B 不会有水还是要玩，但要注意呢，不要让鼻子进水。C 不会哦，我觉得感染几率太低了，完全不用担心。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食脑变形虫。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猴痘以及流感。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